小姐跟姑爷十分恩爱。诊出有孕后，她心疼相公，就将我送给她做暖床丫头。几个月后，小姐诞下一对龙凤胎。姑爷不愿辜负小姐一片真心，干脆投桃报李，将我处死。后来，二人恩爱依旧，成为京中一段佳话。可我死时已有2月身孕。在睁眼，我回到小姐将我送给姑爷之前，这一世我直接爬上他父亲的床，摇身一变当婆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如上一世一般，小姐在年根底下被太医诊出了有孕。姑爷匆忙回来，却在路过我之时，目光在我身上停顿了片刻。那目光黏腻的让人不适。不久之后，屋内便传来小姐的娇嗔与姑爷的轻哄声，远远听着，再是恩爱不过。姑爷走后，小姐身边的贴身丫鬟红叶就开始催骂：呸，哪个好人家的姑娘，胸脯挺的衣服都快撑开了，还有那身段模样，青楼里头的姚景都没她勾人，这就不是个好的。小姐留着春桃这么个狐妹子做什么？屋里，小姐叹气，不可胡言乱语。很快，小姐就唤我进了屋。我垂着头跪在地上，小姐打量了我好半晌，才笑盈盈地开口：春桃，你是个有福气的，这福气我可不敢再要了。上一世，小姐说完这句话没几天，姑爷就将我扯进了屋里头，强行要了身子。自那以后，姑爷每次来小姐院里头，都是叫我去暖床。我心中说不上什么愿意不愿意的。夫人将我自小养在小姐身边，还叫我陪嫁过来，就是为了日后小姐有了身子，让我给姑爷开荤用的。我一个做丫鬟的，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可就在小姐生产前一天，大夫给我诊出2月身孕，我的日子忽然就有了盼头。我想着后半生就好好伺候姑爷跟小姐，将这孩子养大成人，也算没白活。姑爷来找我时，我满心激动，准备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姑爷身边的小厮摁在了水里。挣扎间，我看到了姑爷眼中的杀意和冰冷的神情。他叹息一声，说：夫人对我一片真心，我不能留下你，叫夫人伤心。溺水的滋味太过难受，这一世我实在不想体会第2遍了。小姐怀孕后，姑爷日日都来看她，可每次过来时，目光都会在我身上流连，有时候是落在我的脸上，有时候是落在我的胸脯上，还有时候是落在我的腰上。那目光看得我心颤不已，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模样和身段都十分满意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小姐身边的丫鬟红叶都会恶狠狠地瞪着我。等姑爷走后，再啐一声狐妹子。小姐虽笑得贤惠，但眸中却带着冰冷。上一世我怎么就傻傻的以为小姐是真的贤惠，不会介意我的存在呢？那隐藏在笑容里的，分明是明晃晃的杀意。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再过2日，姑爷就会将我拽入房中。可作为一个丫鬟，我的卖身契还在小姐身上，想要摆脱被辖制的命运，实在艰难。恰巧这时，外面传来小厮激动的声音：少夫人，镇国公打了胜仗，明日就会班师回朝。小姐面上顿时一喜，来人，赏。我捏紧手指，忽然有了主意。镇国公是姑爷的父亲，如今不过30有2的年纪，他一直未曾娶妻，后院连个妻妾都没有。成了他的人，就不会再有人刁难我，哪怕是小姐姑爷，也不能越过国公爷去。更何况姑爷并非他亲生，他的父亲曾是国公爷的下属，跟随国公爷行军多年，不幸丧命。妻子得知消息后没挺过来，也跟着去了。当时姑爷只是个几岁的孩子，无人照料，国公爷干脆将他接进府中，收为义子。这么多年来，国公府内就这么一个少爷。小姐听说国公爷要回来，十分高兴，她对这个公公十分尊敬。第2日一早，就叫红叶梳妆打扮。红叶在旁边喜道：小姐，您如今有了身孕，国公也得知，一定高兴得紧。等您给他生了大胖孙子，没准就去宫中请旨，封姑爷做世子了，日后您可就是千尊万贵的世子夫人了。小姐笑容更甚，轻轻抚摸着肚子，一脸期待。
我在旁边垂眸不语，可惜要叫他失望了。上一世，国公爷一回来就去宫里赴宴了，小姐等到天黑也没等到国公爷回来。不过这倒是方便了我，小姐很不喜欢我这张脸，没多久就将我打发出去了。我干脆回了住处，将这些年攒的银子都拿了出来，悄悄去暗中打点，终于问出了国公爷回来会走哪条路。天色暗下来之后，我拎着一盏灯站在国公爷回去的必经之路上，身上的衣服十分轻薄，有风吹过，叫我身子忍不住冷得颤了颤，心中也开始打鼓。国公爷身居高位，听说京中不少贵女都想嫁给他，爬床的更是不在少数。只不过这位爷不近女色，而那些个爬床的也都被打了板子，叫人牙子发卖出府去了。这种事儿多了，渐渐的府里头的丫鬟也就不敢再有这些心思了。我越想心中越怕，忍不住手脚都开始发软。最后心一横，不管了，今日要是不成功，明日叫姑爷要了身子，日后也是难逃一死，还不如是上一世，就算叫人牙子发卖了，没准在府外还能谋得一条活路。等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前面终于缓缓走来一人，借着月光瞧过去，男子30岁左右的年纪，不同于姑爷的俊秀文雅，男子瞧着臂膀很宽，身材孔武有力，额间一道长长的疤痕，眸色幽深，不怒自威，正大刀阔斧地朝着这边走来。我有些腿软，这瞧着似乎能一拳头打死我，这应当就是国公爷了吧？他身边没有旁人，我心一横，咬咬牙，提着灯朝着他的方向走过去。路过他的时候，我假装崴了脚，哎呀一声，就朝着他的胸膛撞过去。勾引人这种事，我还是头一遭干，有些不熟练。但是府中的丫鬟们大多都暗中骂我狐狸精，不检点。小厮们大多见着都直勾勾地瞧着我，总是往我跟前凑，想动手动脚的占我便宜。想来大多男子是喜欢我这种的。想起前世姑爷最爱我的这处，我摔倒之时还特地用面对面的姿势撞在国公爷的前胸上。国公爷喝得醉醺醺的，我撞在他身上，他并未避开，而是皱眉揽住我的腰，前胸撞在他的胸膛上，他身上硬邦邦的，撞得我生疼。他的手臂也力气大且硬得像是石头，握得我的腰吃痛得紧。我忍不住低呼一声，疼得泛起泪花。国公也垂眸看着我，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他周身似乎带着冷意，目光幽深，近看之下，额间的疤痕更加明显，乍一看像是个凶神恶煞的杀神一般。我腿更软了，心中还有些后悔，但想起前世溺水的滋味，我强行镇定下来。想着先前在书上看到勾搭男人的法子，我咬咬牙，仰头红着眼看向他，咬着唇娇嗔道：“你又是何人？快放开我！”然后心一横，红着脸假模假样的挣扎起来。身上轻薄的衣服本就叫我前胸撑开了一些，如今一挣扎，更是衣衫不整，露出前胸大片春光。国公爷垂眸盯着我，目光愈发幽深，攥着我腰的手也越来越紧。国公爷看我半晌，扯了扯嘴角，轻斥道：“小丫头，胆子挺大，敢勾引我。红叶说的没错，我天生是个做狐妹子的料。上一世跟了姑爷几个月，我最是知道男子最喜欢什么。国公爷再是害人，也是个男人。来之前我喝了几杯桃花酿，大约是酒壮怂人胆。如今靠在国公爷怀中，再闻着他身上浓烈的酒味，我竟不禁多了几分醉意。我红着脸，仰着头，醉眼朦胧地看着他，心中的害怕也散了几分。我佯装什么都不懂，却尽显媚态，将3分醉意装成7分。国公爷终于叫我勾起了几分兴致，不过他并没带我回住处，而是去了他小歇的地方。这一夜我使出浑身解数，几乎是一夜未睡，只奢求叫他能有几分满意，食髓知味。等清醒过来，愿意收留我，保住我的命。国公爷比之姑爷身子更加壮健，叫我难以招架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忍着身体不适，一瘸一拐地回了小姐那。天刚亮，红叶喊我去伺候小姐起床。
进了屋才发现姑爷昨夜也宿在小姐处。小姐面带羞红，姑爷面容含笑，二人耳鬓厮磨，好不恩爱。自打小姐有孕后，姑爷已经许久没有宿在这里了。我明显的发现，姑爷看我的目光比往日更加火热了。昨夜过来，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。伺候他洗漱的时候，他还不经意间捏了下我的手，笑容意味深长。我惊慌抽出手，扭过头，便看到小姐捏着帕子，冷冷地盯着我瞧。这与上一世一般无二的场景，叫我心头微微发沉。小姐并未与我说什么，面上仍旧是一团和气的贤惠模样。等姑爷走后，她就梳洗打扮好，准备给国公爷请安去了。她笑盈盈地叫我端着滚烫的鸡汤，同她一块去。一路上，手心的灼热叫我痛苦不堪，哪怕我的手被烫得红肿起泡，也仍旧紧紧端着碗。碗是御赐的，鸡汤是上好的，这些东西若是摔了，我一个丫鬟拿命都赔不起。小姐见我白着脸一声不吭，笑容更加深了。她笑着夸赞：“春桃，你是个有福气的。”旁边红叶瞪了我一眼，恶狠狠地啐道：“不过端个鸡汤，活像是要了你的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小姐呢。一个低贱的丫鬟而已，也就是我们小姐心善，不然就你这副狐妹子模样，早就叫人打杀了。”我低头不语。红叶骂完仍旧不解气，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，脸被打得一偏，手上不稳，汤洒了一些，瞬间烫红了我的手背。我疼得红了眼，死死咬着牙根，才没将这碗鸡汤松开。一旁的小姐这才不慌不忙地呵斥一声：“红叶，不可放肆。”随后她朝着我笑了笑：“红叶这丫头叫我宠坏了，春桃你莫要气她。”我垂眸，小声说：“红叶姐姐肯教训我，是我的福气。”小姐笑容愈发满意：“你是个懂事的。”红叶小声啐骂，果然是个贱皮子。到了国公爷院子，就见院内有许多侍卫。刚走进去，就听国公爷身边的许管家正问话：“国公爷要找的人可有着落了？”我心头一跳，端着鸡汤的手险些没稳住。没等侍卫回话，许管家就瞧见了我们。他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表情有些耐人寻味，随即笑呵呵地迎着小姐进去：“少夫人是来给国公爷请安的，快些里面请。”我有些疑惑，上一世国公爷一早就出门办事去了，小姐并未见到他，没想到这次国公爷并未出去。我心头狂跳，端着鸡汤低眉顺目地跟着走了进去。一进门，我就察觉到一道带着压迫性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。我不敢抬头，按照小姐的吩咐将鸡汤放下，低着头往后退去。忽然一道略带冷意的声音响起：“站住！”我惊慌失措地抬起头，就见国公爷眸子微眯，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神情耐人寻味。早上我醒来之时，这位爷还在睡着。昨夜我借着醉酒爬床，他并没问我是哪里的丫鬟，我也假装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作为一个酒后乱性的小丫鬟，我不能留下，第一反应应当是仓皇离开。如今算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国公爷，我立即呆愣在原地，面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恐神色，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颤抖着声音：“奴婢见过国公爷。”我低着头，白着脸，身子发颤，戛然一副惊慌失措、害怕极了的模样，而头顶那道微冷的目光也逐渐缓和几分。小姐蹙眉看我一眼，眸间带了几分不悦，随后面色如常，看向国公爷，疑惑地问：“父亲，可是有什么不妥？”国公爷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才缓声开口：“无事，只是看这丫头手受了伤。”他抬眸看向一旁的许管家，许管家立即点头道：“老奴这就叫人去给这位姑娘包扎。”我跟着许管家叫来的丫鬟离开，身后小姐的目光中带着几分冷意，而红叶则是满脸嫉恨地瞪着我。小姐请完安后，我的手恰巧包扎好了。国公爷什么都没提，我更不敢问，怕露馅，只默不作声地跟着小姐回了住处。一路上心里直打鼓。小姐看了我一眼后就回了屋子。红叶心里憋着气，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，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，怒骂：“你以为国公爷是你这种贱蹄子能消想的？”
若不是看在我们小姐的面子上，你早就被撵出府去了，简直丢我们小姐的脸，我就该撕了你这张脸。我捂着脸跪在地上，死死咬牙。国公爷这是不打算收了我？我算是爬床失败了，心中不禁悲凉，难道这一世还是逃不过给姑爷做暖床丫头的命运吗？红叶罚我跪了2个时辰，最后还是小姐怕我跪坏了膝盖，叫姑爷觉着她苛责下人，有损她贤惠淑良的好名声，才制止了红叶，还叫红叶给我的脸与手上了药。等晚上的时候，虽说手还没好，但是我脸上的红肿已经消失不见。很快姑爷就来了，我跟红叶伺候小姐跟姑爷用晚膳，姑爷目光频频落在我的身上，目光中带着的急切叫我浑身不适。小姐面色含笑，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红叶也是一直恶狠狠地瞪我，我更觉得如芒在背，手心冷汗连连。终于2人用完了晚膳，姑爷含情脉脉地握着小姐的手，温柔且爱怜地道：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，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的福气。小姐柔弱地靠在姑爷怀中，娇嗔：夫君莫要取笑妾身了。看着那对夫妻虚伪至极的恩爱，我心中冰冷，第一次生出不甘的情绪。小姐将我视作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姑爷觊觎我许久，用我满足需求后，却又觉得对不住夫人，妄想用我的消失粉饰太平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红叶觉着我不知检点勾引姑爷，叫小姐伤了心，对我厌恶至极，极尽羞辱，随意打骂。可这一切，他们又有谁问过我一句愿不愿意？在他们眼中，我不过是个物件，任由他们摆布和交易。他们甚至都不曾跟我提起过这件事，就已经决定了我的生死和归宿。真可笑。他们恩爱温存了约莫1刻钟，姑爷就有些不耐烦了，黏腻的眼神频繁朝着我看过来，那目光之中的急色叫我心中一阵作呕。小姐笑容依旧，我却看到她手中的帕子已经攥出了褶皱。她朝着姑爷温顺一笑，轻声道：夫君，我如今身子不方便，便不留你在这休息了。我差人将隔壁偏房为你收拾出来了，夫君明日还要上早朝，先去歇息吧。姑爷面露喜色，握着小姐的手一笑，还是夫人贴心。小姐娇嗔地瞪了他一眼，随后看向我，吩咐道：春桃，你带姑爷去隔壁歇息吧。姑爷站起身，目光火热地看向我，看着他跟前世如出一辙的模样，我顿时不寒而栗。在姑爷直勾勾与小姐冰冷的目光下，我僵着身子，领着姑爷出了门，朝着偏房而去。就在快到门口的时候，姑爷忽然冲上前，将我用力搂在了怀中。我吓得脸都白了，挣扎着惊叫道：姑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姑爷将我摁在他怀中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道：好春桃，你家小姐将你许给我了，今夜你就是爷的人了，快让爷好生疼疼你。说着话，他的唇凑上来，温热的呼吸打在我脸上，叫我心中一阵绝望。我慌忙躲开，用力推他，声音止不住的哽咽：姑爷，您快放开我，我是小姐的丫鬟，他制住我的挣扎，日后你好好伺候你家小姐跟爷，也不会亏待你的。说着话，他将我打横抱起，就往屋里走。我心中慌不择路，立马焦急地大声道：你放开我，我已经是国公爷的人了。偏房与正房相隔不远，都在一个院子中，外头的吵闹小姐，屋内自然是听得清的。小姐大抵是没有想到姑爷会如此急色，还没进屋就对我动手动脚，心中早已十分不快。再加上我这句话声音拔高了音量，直接叫他们听了个真真切切。很快小姐就领着红叶走了出来，姑爷则是停下脚步，脸色陡然一沉。你说什么？他手臂一松，我赶紧跳下来，拢好衣服走到旁边，红着眼白着脸，一脸惊慌地看着他。姑爷脸色难看至极，目光不悦地看向走出来的小姐。小姐大抵也没想到我会闹出这一出，她面上端庄的笑容几乎挂不住。她不喜欢我去伺候姑爷，但更不满我拒绝她的安排。我闹这么一出，无疑是破坏了她在姑爷那完美无瑕的形象。小姐整理好表情，蹙眉看向我：你这丫鬟胡言乱语什么？父亲向来不近女色。
红叶也立马跳出来，怒骂道：“今日的教训还没受够，竟然还敢肖想国公爷！”见姑爷目露疑惑，红叶就将我今日勾引郑国公又被罚了的事情说了。姑爷目光冷冷地看向我，小姐攥着帕子的手缓缓松开。红叶这话一出，在姑爷眼中，这事儿就跟小姐没了干系。小姐还是那个温柔贤淑的妻子，而我则是成了眼高手低、妄想攀高枝的下贱丫鬟。甚至在他看来，我是瞧不上他这个非国公爷亲生的儿子，想爬国公爷的床，他怎么能不怒？因着并非国公爷亲生，国公爷又迟迟没有请封世子之位，姑爷心中不满已久，甚至对国公爷这个父亲也早有怨怼。上一世我死之后，姑爷也还没坐上世子之位，他与小姐对国公爷愈发怨恨，没少在房中骂，说他不将姑爷当亲生儿子，他连个孩子都没有，日后老了还不是要指着姑爷？这么个老不死的，以后别想在他们手上讨了好去。甚至他们还暗中谋算着要了国公爷的命，等他死了，偌大的国公府只有姑爷一个少爷，就算不是世子，这国公府还不是要留给姑爷继承？如今世子听了红叶的话，心中的戾气直接被激起，他脸色阴沉，一巴掌用力甩在我脸上，怒骂道：“贱人，父亲岂是你能够诋毁的？”我被打得嘴角出血，摔倒在地。他冷笑一声，扭头吩咐来人将他绑了，丢入我房中。小厮们走上前，想要将我绑起来。看着红叶讥讽的表情，小姐目光中的冰冷，我心中不甘更甚。这一世就算是死，我也不再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工具。我正脱开小厮，跪在小姐面前，哭着磕头：“小姐，求求您了，帮我向姑爷求求情吧。您深爱姑爷，不肯叫姑爷找其他女子，带我去国公爷那，不就是知道姑爷瞧上了我，所以借机将我送给国公爷吗？我如今已经是国公爷的人了，不会再碍您跟姑爷的眼了，您就放过我吧。”我话说完，姑爷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，他满脸阴沉地看向小姐，目光中带着浓浓的失望。我知道这根刺儿已经成功扎在了姑爷的心里。小姐脸色有些发白，她摇头刚要说话，国公爷身边的徐管家忽然来了。徐管家是奉了国公爷的命令将我接过去。我看着小姐巧言欢笑的脸，还有姑爷看向小姐目光中那一抹的阴沉，心头一松，瘫软在地。我低下头，隐去畅快的笑意。真好，我赌赢了，不枉费我昨夜忙活了一宿。给我包扎的丫鬟是徐管家的女儿，我不经意间跟她透露了今夜小姐有意将我送给姑爷做通房的事情。如今姑爷到嘴的鸭子飞了，还叫自己夫人摆了这么一道，他心头这根刺恐怕已经深深扎进肉中，这辈子都拔不掉了。走之前，小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笑意不达眼底：“春桃，你当真是个有福气的。”我扶了扶身子，低眉顺目，承小姐吉言。红叶恶狠狠地朝着地上啐了一口，眼中嫉恨尽显。我跟着徐管家去了国公爷的院子，这次给我包扎的还是那个叫许香的丫鬟，徐管家的亲生女儿。国公爷有事要出去几天，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，倒是叫我过了几天的清闲日子。听说那日我走了以后，姑爷没走，而是将红叶拽进了屋子，强行要了她。不同于上一世的我，红叶不是通房丫鬟，而是被姑爷提为了姨娘，还搬去了别的院子。自此之后，姑爷夜夜都宿在红姨娘的院子中。国公爷回来的时候已经是5日之后，他回来第2天才见了我。国公爷低头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配上那道长长的疤痕，压迫感十足。我跪在地上，乖顺地低着头。奴婢吃醉酒，玷污了国公爷，还请您惩罚。国公爷打量我半晌，才出声道：“抬起头来。”我用力咬唇，红着眼抬头看过去。国公爷大概想到了我那夜的卖力，眸光稍许暗了暗。他沉声开口：“也罢，日后你就留在我院中吧。”就这样，我成了国公爷府里头的唯一一个女人。他或许对我的卖力与身段模样感兴趣，但是在他眼中，我算不得多重要，所以我还是个通房丫鬟。在我身边伺候的是许香。国公爷在府中的日子并不多，
10日约莫回来5日，每次回来，我都会做好补汤与小食给他送去。在府中无事可干，为着讨好国公爷，我的厨艺日益见长。这日，国公爷回府，我去书房给他送汤。国公爷瞧着我手中那碗甲鱼汤，目光耐人寻味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将汤一饮而尽，随后问我：“你在府中可无聊？”我摇摇头，装作一副满心满眼只有他的模样，双眼亮晶晶地说：“每日除了学做饭，便是计算着时日，等着您回来，并不无聊。当然，除了这些，我还看了许多本子，里头写着画着的，都是如何讨男人欢心的法子。”国公爷挑眉，大手将我的手握住，他的手上都是茧子，蹭得我的手有些疼。我垂眸，一副羞赧模样。哦，厨艺的确有所见长。我欣喜地抬头，奴婢早就听说您是个杀伐果断的大英雄，心中敬仰多年。如今能亲手伺候您，熬汤给您喝，是奴婢几世修来的福分。他眯了眯双眼，并未说话，只是将我抱起，朝着里间而去。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声，靠在他宽阔硬朗的臂膀上，我轻轻闭上双眼。这一夜，国公爷格外粗鲁。第二天，我足足在榻上歇了1日。国公爷一心扑在行军打仗、为国效力上，并不喜男欢女爱，对子嗣并不算执着，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来后院都没有妻妾。如今虽说尝到各中滋味，回来会找我消遣1、2，但也并不算沉迷。倒是有一些个蠢蠢欲动的，见我爬床成功，想要效仿，但全都被打发了出去。眨眼2月过去，国公爷后院还是只有我一个暖床的丫鬟。我这边过得平淡，小姐与姑爷那边倒是热闹极了，恩爱假象被撕毁。小姐在姑爷心目中的贤良淑德形象早已不复存在，他不再对小姐心怀愧疚，渐渐很少去她房中，而是经常去红姨娘那里。红姨娘查出身孕比我上辈子更早，她得知有喜后，迫不及待告诉了小姐这个消息。她是个忠心耿耿的，哪怕跟了姑爷，仍旧将小姐当作主子。奈何小姐一碗络子汤下去，就叫她没了半条命。当天她就被小姐发卖了出去。就算是妾室，也不过是个下人，主母能够随意发卖。听说那日红叶哭着挣扎着求了许久，被人伢子带走的时候，身下还染着血。姑爷回来后大发雷霆，同小姐大吵一架，小姐动了胎气，孩子险些没保住。再后来，姑爷一房接着一房地纳妾，很少再去他的房中。上一世伉俪情深的2人，这一世竟隐隐有宠妾灭妻之事。2月后，我被诊出身孕。国公爷虽说不在意子嗣，但听了这个消息，还是将我提为了姨娘，还赏了我不少的东西。这消息传出去，最先坐不住的是小姐和姑爷。我这一胎生下来，姑爷就将不再是国公府唯一的孩子。想想也知，我生的若是小姐还好，若是个少爷，哪怕他是个庶子，也到底是国公爷的亲生孩子，而姑爷这非亲生的少爷，前途就更加悬了。听说姑爷当夜就去了小姐的房里，2人发生争吵，姑爷狠狠给了他2巴掌。小姐又动了胎气，喝了好几日汤药，才稍稍养好了身子。她身子一好，就来求见我了。我叫许香将她请了进来。几个月不见，小姐瞧着瘦了很多，显得肚子格外大。她脸上仍旧带着虚伪的笑，可那苍白的脸色，敷了几层粉，都遮盖不住。春夫人，我一早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。她笑盈盈地开口。我亦是笑着回答，托少夫人的福，若不是您带我去见国公爷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小姐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，她大概悔得几乎咬碎了一嘴的银牙。她只笑着与我寒暄几句，就叫丫鬟为我送上了补药与首饰。说话间，她的目光一直落在我的肚子上，似是疑惑，又似是阴狠。等她走后，我就叫许香将这些统统都丢了。我来国公爷院中的时候，他送了我一只价值不菲的镯子。那镯子通体碧玉，用麝香与藏红花在水中泡了足足2个月，不仅能叫人怀不了孕，还能叫怀孕的流产。那本是准备等我伺候姑爷的时候赏给我的，上一世我也戴了，直到后来这镯子不小心摔了，
我才能怀上孩子。这一事倒也派上了用场。我来国公爷院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东西丢了。想来那些个首饰也都是同样被摄像泡过的。我的肚子月份逐渐大了，5个月的时候，小姐即将临盆，姑爷又纳了一房贵妾。那房妾室是从青楼带回来的，不懂什么规矩。他仗着得宠，故意去挑衅小姐，结果冲撞了小姐，导致她早产。小姐在产房中痛苦地喊了1天1夜，最后生下一个女儿，还有一个已经没命的男婴。小姐受不住刺激，当即晕了过去，而她也伤了身子，大多时间都在卧病在床。姑爷对她更加不喜，鲜少再去她的房中。我6个月的时候，太医对国公爷说，这瞧着是个男胎。国公爷大喜，他虽说对子嗣并不执着，但也想培养个能行军打仗的好儿郎。可惜姑爷小时被生父的死刺激到，不肯习武，国公爷也不好勉强。国公爷闲暇之时也会拉着我的手笑道，若是个小子，你日后不要太过娇惯，我是要领着他去行军打仗的。我依靠在他怀中，点点头，一脸崇拜地看着他。若是他日后能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大英雄，我也不白来这世上活一遭。他搂着我，笑声更加爽朗。渐渐的，他笑声止住，叹息一声与我说，无论你生的是男是女，镇国公世子之位，我都不会去宫中请旨的。这个位置太高了，到我这里就让它结束吧。若是再有其他人做，不一定有命去享这个福了。我怔愣一下，难怪上一世他迟迟都不肯给姑爷请旨。我乖顺点头，都听爷的。他看着我的肚子，轻缓地道，我会竭尽所能教他，日后他能走到哪一步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，其余的别想沾我这个当爹的光了。我点头，摸着自己的肚子，轻声说，能成为您的孩子，已经是他的福气。我接受了孩子不能成为世子的事实，但有人不能接受。姑爷听说我怀的是个男胎后，竟然在第2天就找到了国公爷。我当时正给国公爷做了补汤，端着来到书房门口，便听里面传来争吵声。国公爷拒绝了姑爷求他给自己请旨世子的事情。姑爷早就对他怨恨已久，如今听说他即将有儿子，还拒绝自己，心中的恨意更加止不住。他冷笑一声，你不肯让我做世子，不就是给你的亲生儿子留着？当初若不是我父亲，你早就死了，你不知感恩也就算了，如今竟这么对我，你简直就是个自私自利之人。一道巴掌声响起，姑爷从里面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，他脸上红肿，身后是面沉如水，眼神失望的国公爷。姑爷一出门就见到了站在院子里头的我，他眸中恨意更甚。春桃，你个被主的贱人，当初若是你跟了我，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事端。你想让你的儿子做世子，做梦去吧。说着说着，他的表情竟状似疯癫，他发了疯地朝着我冲过来，想要将我撞倒。我慌张地后退，求救的目光看向国公爷。姑爷并未得逞，国公爷是习武之人，很快就将我护在怀中，将他一脚踹开。姑爷摔在地上，被侍卫摁住，愤怒地挣扎。他眼中带着浓浓的恨意，死死地盯着我跟国公爷。国公爷面色铁青，神情更加失望，摇头吩咐，将大公子带下去，严加看管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放出来。他狼狈挣扎着，却仍旧被侍卫压了下去。我看着他如今的模样，不禁想起上一世的自己，他也是这般气定神闲地瞧着我，看着我被摁在水中不断挣扎的狼狈模样。不料如今却大境相庭。几个月后，我生下一个男孩，国公爷给他起名叫荣子安。我想，他似乎并不像是传说中那般不想要子嗣，他对这个孩子大抵是喜爱的。荣子安生的并不像是国公爷那样5大3粗，眉眼间竟没有国公爷的半分影子，而是与我一个模子刻出来一般。虽是男孩，却容貌屹立。我看着这个孩子失神地想，上一世那个孩子应当也是长这样的吧。这孩子虽说长得像我，性格却与国公爷十分相似，自小是个爱舞刀弄枪的。他3岁那年，国公爷就开始亲自教导他了。我心疼得紧，但他小小年纪，从不喊苦喊累，倒是叫国公爷十分满意。
荣子安5岁那年，小姐拖着多年的病体，终于病逝，只留下一个6岁的女儿荣月。我瞧着那孩子实在可怜，就将她接到身边来，与荣子安一起养在身边。荣月也是个苦命的，小姐生下她后，身子就不好了，再加上姑爷早已与她离心，她每日活得愁苦，渐渐的就将气全都撒在了荣月身上，恨当初生下的不是儿子，而是这个赔钱的女儿，更恨孩子拖垮了自己的身体。若不是怀了孕，她的夫君也不会不进她的房中，她更不会忍着苦楚给她找通房丫鬟。若是没有通房丫鬟，那么一切也不会变成如今这般模样。她似乎是魔怔了，将所有的苦难来源都归结在了这个孩子身上。荣月自小被生母打骂羞辱，叫下人欺凌，父亲对她不闻不问，就连妾室都不拿她当回事儿。这孩子来的时候，瘦瘦小小的一团，竟比5岁的荣子安还矮了一头，眼神怯生生的，不敢大声说话，连饭菜都不敢多吃。养了几个月，他终于能腼腆地笑着喊我祖母。姑爷被国公爷关了5年多，终于有了悔过之意。他在侍卫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求见国公爷一面。我仍记得他上一世是如何筹谋着要害死国公爷的，他绝不是真心悔过，但国公爷仍旧没对这个义子死心，答应去见他。我看着国公爷出神地想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在国公爷心中的地位到底有多少呢？或许还需要再下一剂猛药。姑爷瞧着瘦了许多，他脸色苍白，跪在地上，抱着国公爷的腿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说自己知道错了，求父亲原谅他。国公爷叹了一口气，到底是心软了。他将姑爷解了禁足，然后叫人摆了宴席，与姑爷吃酒谈心。酒过3巡，国公爷已然有了几分醉意。忽然有刺客冲进来，手中持剑，直冲国公爷面门。我惊慌扑过去，剑入了腹部，软软倒在国公爷怀中。我察觉他抱着我的手臂微微发颤，目光中竟带着几分慌张。我苦中作乐地想，这老东西这下总算是对我有些情意了吧。脑袋昏昏沉沉，力气一点一点散去。若是我熬不过去，那就是我的命数了。只希望看在我为他而死的面子上，好好对待子安。我是个命大的。昏睡了3天就醒了过来。等我醒来之时，睁开眼看到的就是守在床榻边胡子拉碴的国公爷。3天没有洗漱，他瞧着像个山上的草莽，更显凶神恶煞。他见我醒过来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，低声道：春桃，这一世我绝不辜负你的这番情谊，情谊不情谊的全靠我装得好。不过有他这句话，也不枉我拂小作低这么多年。刺客已经查出来了，是姑爷找的人，为的就是要了国公爷的命。如今子安才5岁，国公爷一死，这偌大的国公府做主的就只剩他了。到时候我跟子安孤儿寡母，还不是任由他搓磨。父子一场，国公爷最终还是没亲自下手。姑爷被官府抓了去，谋害国公爷，这罪名是死罪，秋后问斩。自打这件事情后，国公爷对我好了许多，大概是真正将我放在了心里。我们就像是一对寻常夫妻一般，同吃同住，共同教育孩子。不过他还是没有将我扶正，我做了一辈子的姨娘。荣子安16岁这年，国公爷48岁，他拼死一搏，终于击退敌军，人也受了重伤。军医说伤及肺腑，恐怕治不好了。他拼着一口气从边疆回了京城，见到我之时，糟老头子躺在床榻之上，脸色惨白，只剩下一口气儿在了。春娘，他低低地叫我，我应了一声，跪在床榻边上，紧紧握住他的手。他眼睛已经浑浊，春娘，我已经请旨，叫皇上将镇国公之位收回了。我忽然眼睛有些发热，哽咽着应了一声，我知道了。他叹息一声，我这一世是不能有嫡子的，你爱重我这么多年，我却对不住你，到头来还是叫你做个妾，装了半辈子深情，叫我有了儿子，还做了国公爷唯一的姨娘，是不亏的。我摇摇头，红着眼睛说，能给国公爷做妾，是我的福气。番外，32岁这年，我成了美艳寡妇，终于不再过小心翼翼哄人的日子。皇帝看在国公爷有功的份上，
虽说收回了镇国公之位，但仍旧给我封了个老太君做，还给荣子安指了一位不受宠的公主。驸马一生不可入朝为官，他父亲教给他那一身的本领，大抵是用不到了。不过那小公主生的模样好，性子好，荣子安十分欢喜。再加上他没他父亲那般志向远大，对这门亲事十分满意。等成亲后，就整日带着小公主出门，二人扬言要做一对浪迹江湖的大侠。当然，大侠也要吃喝，时不时还写信回来跟我讨要银子。荣月已经嫁人生子，见我一人在府中无聊，经常带着孩子回来看我。32岁的年纪，我已经成了曾外祖母，年纪轻轻的就一把年纪了，后半辈子过得实在是舒心。我一不小心就活到了80岁。最近我染了风寒，总是昏昏欲睡，往往一睡就是2、3日，一闭眼就经常梦到国公爷。他总是朝着我吹胡子瞪眼的，说他已经等了我40多年了，还骂我是个骗子，口口声声说爱他，结果这么多年都不去找他。我百口莫辩，心虚不已。我的确是骗他的。这次睡得久了些，睁开双眼就看到了一屋子的人，全都眼圈红红的看着我。荣月已经是个中年妇人，抱着孙子坐在旁边。荣子安跟小公主早就不再过浪迹天涯的日子，他们的儿子都已经25岁了。那孩子长得很像是他的祖父，5大3粗，虎背熊腰的，将他父亲的本领也学了个10成10，甚至还超过了他父亲，隐约有他祖父当年之势。这孩子父母不负责，他一出生，两人就丢下他浪迹天涯去了。他算是我带大的。这会儿5大3粗的儿郎握着我的手，哭得眼睛都肿了。我笑了笑，你生得像是你祖父，可性子不像，你祖父可没这么哭过。他红着眼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，说他想跟祖父一样，当个大英雄。如今边疆战乱，皇帝无人可用，他这一身本领不能浪费，准备去边疆打仗了。我点点头，嘱咐切记不可功高盖主，等打完了仗，就跟你父母去浪迹天涯。封赏别全都拒了，多少要一些，日后浪迹天涯可费钱了。他用力点头。我又有些困了，恍惚间闭上双眼。这次可能真的要去找那个糟老头子了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